今日起，这便是你的台州了。也不知道今天这场大会，九郎君到底是何章程？不管是什么章程，咱们接着便是。今日就是要让他知道，他想要做事情，撇开了咱们这些人，台州五县，没几个人肯理会他。他这个知州变成了空架子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，总觉得要出什么事。参见大王。今日上元之节，大王有教，功臣堂赐宴，与诸卿同庆。谢大王。古闻管子有云：“天行其所行，而万物备其力。”特颁明教，与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钱弘处所请，至博弈务于台州，拜弘处台州刺史，提举博弈务促商路，广财货，恤民生。10担以下州籍免往来赋税3年，10担以上100担以下州籍20税1，100担以上州籍10税1。即钱弘处任笔，恪尽职守，勉励公行，以惠商贾，体孤致义，往诚无为，主者施行。大王，海船之力颇厚，国中资用无有其疑。杭州博弈务开市多年，皆以11为税。张安通港恩惠过甚，海商为利所趋，彼处兴，则此处损。台州增益1分，则杭越之地便减损1分。长此以往，恐伤王都所书，累及国家财用。胡灵公，臣在。顾得三军可还稳便？大王恩德所及，责备诸臣，三军将士干不消犬马之劳。袁相公，朝中诸卿绝路奉了，可曾有所拖欠？自从先武肃王开国以来，40年间，朝廷未尝拖欠任何一名官吏1钱俸禄，1粒粮米。只要诸君不造反，百官不生怨，方城之内少收几成商税，想必不致动摇朝廷根本。大王恕罪，臣总理朝廷度制，赋税之事，乃职守本分，故不得不提，不敢不提。我知道。
于上书定是出于公心，故蒙祖宗印币垂至东南，却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。先有蓄力征量之恶，后逢豪强并土之灾，是故德薄之故也。臣等有罪。天子将东南托付于孤，孤可以负天子，却不能负黎民，不能负祖宗。泰州通港一事就这么定了。这是我钱家欠泰州父老的。好消息！好消息！九郎军绝命，瀛海通港了！瀛海通港了！右卫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九郎军，传大王王教，于宁海张安港设博弈物，促商路，广财货，恤民生，10担以下州籍免往来赋税3年，10担以上、100担以下州籍20税1，100担以上州籍10税1。魏大人，魏大人，魏大人，葛大人，葛大人，下官台州司马魏伦参见九郎君。下官台州文学葛延平参见九郎君。把礼单抬上去。抬上去。拿下！九郎君，这是何意啊？会稽卫士，800年的郡望豪门，世代高官厚禄，田土纵横阡陌，可你却犹嫌不足，还聚敛声势。台州5县贫户饥无隔夜之粮，税赋钱粮朝廷免了，可尔等却是不免。王教恩惠不能给予百姓，却肥了尔等这些贪暴强梁。本官奉王教出知台州，正是为尔等而来。九郎君，这是要杀富济贫吗？你若不犯王法，纵然本官金节在手，又岂能诛无罪之人啊？九郎君，下官冤枉啊！鲍仆子的后人，居然吃绝户，也是出息了。我乃朝廷的台州司马，你不过是知州，不奉王教，没有相府札文，你只能参我，不能杀我。也对，也对。此处毕竟不是军中，本官虽为大王亲弟，亦不能枉法杀人。那就扒了袍子，给我打！哎，九郎君，哎，放开，放开我！哎，
九郎君示意，打多少？只管打。好。九郎君，上官知错了，不要杀我！禀郎君，二人均已杖毙。抬下去。诸位，并非是本官非要与他二人过不去。我奉王教来台州，为的乃是兴王道之名，纾民生之困。兴业发财之事，官府素来是不能与民争利的，故此民间买卖田土，只要严守法度，朝廷向来是不问的。只是诸君，你们要知道啊，万事皆有度。若是违法行事，以借贷买卖之名行肆意兼并之实，钱财田土归了你们自家，可百姓的怨恨却归诸朝廷。逼反了这一方圆圆，到时候玉石俱焚，那死的可就未必是这一两个贪官恶吏了。本官10日前传牒5县，请曾在台州营田司签了宝器的各家来赴今日这上元之会。营田司里有218份宝器存单，可如今只来了你们这些人。也罢，客不来，莫强求。既然来了的，你我便是有缘人。诸君，请入座吧。大王，来，喝点水。七郎君啊，大王已经3日未曾安寝了，每日就连半碗饭也用不了。这长此以往，这还怎么得了？多嘴。王兄还是早些安歇了吧。朝廷政务由袁相公和臣弟勉力支应，王兄便是辍朝几日，也不会误了国事。南唐那边定下的月款，礼部还是没有回奏。哎，礼部的意思是向扎文辉降将放兵，两国在润州一线罢兵。王兄，王兄，庞同志，愣着干嘛？传统永远一关。诺，王兄，快传！王兄。2位州府大吏就这么被杖毙当场，这位郎君也太过肆意妄为了。人家是皇帝，妄为了，你能奈他何？只是要逼着咱们这些人跳海不成，就不该听家里那些人聒噪。明知是鸿门宴，还来自投罗网。那些大户怎么都没来？咱们小门小户，全族的土地加在一起也不过30-50顷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胳膊如何能拧得过大腿？是啊，怕不是要将咱们一起所拿了去问罪，却不知能不能赎。
禀告九郎君，黄龙社多艘商船驶来，正入港候泊。哎呀，我此番可算是偷了这2艘船出来。若真娘子诓了我，此番回去，我定是腿都要被我家阿爹打断了。蒋三郎，你与你阿爹第一遭来我们岛上的时候，上来就跟阿佑打架，那时候还算有点志气，现在怎么没胆了？那能一样吗？这2条船原本是要运蜜色瑶去扶桑的，如今被我调出来运了这些不值钱的稻米，这一进一出，最少没了3、5万银券的利。我不过3、5年间没在海上行走，连你都敢诓我了，一张口，什么胡话都敢说得出来。你可不要坑我阿姐啊！蜜色瑶，上林湖那几家窑口，一年总共才多少出息？你这一上来2艘船的量。再说了，回至建岳，把东西卖到扶桑，以后你还想不想跟我们吴越有往来了？哟，你们吴越？哎呀，我乱说的，阿姐，莫气。原本呢，运的是团茶，满打满算能有个3、5千的利，便不错了。使君，稻米50万斛，皆已运抵本港。好，回去帮忙啦。宁海雷氏家主雷军，永廉何在？小人雷永廉，请郎君吩咐。去岁3月初6，由台州营田司作保，出粮米2167斛，又36斗，待于宁海县海油镇、长宁、上东、小鱼洼、陈屋、丰远、平波6个里寨506户，待期1年，岁息6分6厘，可对？小人有罪，不该听信了前任县令高明甫的言语，想着趁着灾年，再为族中小辈置办些田产事业，这才鬼迷了心窍，存了夺人田产的卑污心思，欠了这带粮的妻子，还请郎君看在我宁海雷氏素来奉公守法、不堪妄为的份上，治小人一人之罪，宽宥族中恕众。依保期上所约，本息合计粮米3613斛，又33斗3升。你拿着代契来找本县新任县令秦民甫做具节凭证。作罢，你便可以领着人去张安港，把那些粮米运回家了。怎么，没带人手和车子？雷太公，请起。无妨的，请起。县衙里的巡订义夫皆在此处，粮食也不会长腿，
您只管遣小厮从人回去，换人雇车来运便是。雷太公，随我做个拒绝凭证。来，雷永莲，小人在。这个是由朝廷户部台州博弈务用了印信的谍照。自今日起，宁海雷氏便有了在我吴越之地沿海州县行船通商之资。雷氏于灾年带粮，纾朝廷之困，济百姓之危，放粮最多，出力最大，故此朝廷特许嘉奖，允雷家试享海上之利。10担船以下3年免税，10担以上100担以下20税1，100担以上10税1。主公，可看清楚了，这谍照上有本官的亲笔具名。凭此谍照，雷家便是我吴越国户部在册的商户了。谢过郎君。敢问郎君，是只有雷氏有，还是凡是带了2米出去的人家都有？你是哪家？松门山干氏，甘月，请郎君恕小人无礼。松门干氏带粮1572斛，又81斗；阴环带子2621斛，又35斗。对，这是你家谍照，户部用印，本官亲笔具名。台州博弈务特许专营。小人代干氏一族，谢郎君厚恩。妾说在此，愿与俱结。青天在上，多谢郎君厚德。郎君实为我台州黎庶再生父母啊！凡是今日到场的，你们尽管拿着带器来此处聚结，领2米，奉谍照。本官此举是请了大王教命，当场对允，童叟无欺。至于那些今日没有到场的，所带2米便只能依原数发还。谍照和岁息就万万不要想了。郎君所言，至允至当。郎君所言，至允至当。究竟如何？说实话。大王劳累过甚，体气虚弱，卫外不顾，风热克肺，正夜成痰，损伤肺气。说人话。看大王的症候，像是像什么？肺痈。肺痈。郎君，大王平日心火太重，痰热积摄，蒸灼肺腑。日子久了，成了血瘀，血瘀的久了，肉腐化脓，便成了痈。你就说这个病能不能治？郎君容禀，肺痈之症，方子并不难开，
体其盛壮之人，只要将肺腑之内的淤血化开，再将痰液和脓血吐出来，便不会再发高热，慢慢将养3、5个月，也便就养好了。是。阿弥陀佛。既然如此，你们2人随我到外殿开房子。你们说的什么屁话？什么叫体气盛壮之人？你们只需照实说。以大王的身子骨，这病能不能治好？照实说，我保你2人无罪。若再有半句虚言，便到内衙间去说话。大王，时少事繁，恐怕……开房子去吧。管好自家的这张嘴，莫要误了河族上下几10口人的性命。是。九郎做了台州刺史，均谕各户农人小支，待子拒绝官饮，粮债1笔勾持，天气即日发还，河晏兵败踏实，各自安回乡里，错误今岁春时。各位父老，敬请宽心，这些债子，九郎君都替各家各户还清了，本席也都结算明白，万不会再有任何的差错了。还债子的粮食，可是九郎君夫人的庄稼。日后若有人再敢抢夺你们的田土，便是抢郎君夫人的庄稼。九郎君长生不老，我们要去见九郎君，要事相商，拦着我们做事。别吵了，郎君正在里面商议，这件事情再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估计就会有结果。耽误了事情，你们承担得起吗？沈别驾，那些都是台州的乡子士族，许多人身上还挂着朝廷的散制，如此一体，拦在宫厅之外，伤了乡议人情不说，这朝廷和九郎君颜面上也不好看呢。那谢大师以为该如何处置啊？2、300人都进来，挤也挤不下，可使彼等推举出10个人来，进宫厅来，向别驾陈情。既如此，有劳谢大师与宫厅外的诸君商议吧。诺。